天哪，你的房子真大，你太有钱了。这是我用脑力劳动和智慧赚的。这么大的别墅，应该有个女人来照顾。葛律师，你要人才有人才，要钱有钱，你还想什么呢？你不了解我。哎，你来看，于萍萍新闻都炒翻了天了。葛律师，你这间别墅比我租的那间房子大概要大上几10倍。这于萍萍，这于萍萍可真是红啊！葛律师，你为什么不找个保姆帮你打扫一下卫生啊？哎，你说什么？我是说，我来给你做保洁吧。我每个星期来一次别墅，帮你打扫一次卫生。我觉得你这么好的房子，就是有点乱。怎么了？嫌我老啊？我觉得做保洁也不一定非得要17、18岁的女孩子，而且我可以是义务的。我就怕女孩子说义务，这一说义务就是免费，一免费就要的更高。不是，我只是特别欣赏你这样的成功人士。谁说我成功了？我自从离婚后到现在还是一个人呢。哼。我觉得你前妻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男人留在中国啊？难道真的亚洲人就比欧美人差吗？葛律师，你是不是在爱情上受过什么创伤啊？或者你在等待什么人？要不你这么好的条件，什么样女孩子找不到啊？那个，那我每个星期来这打扫卫生的事情，你答应不答应啊？行了，你真的无所求吗？我真的无所求，我只是觉得这么大的屋子没有人打扫，怪可惜的。好，那我答应你。那真的，那我以后每个星期都来了，那你可不许反感我。我为什么要反感你啊？啊？是个名人，是个名律师。萍萍，你是我枪口下的猎物吗？不，这样的概念太不对了。一个写了19年09个月爱情日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漫长爱情的人，不应该对自己的爱人这么称呼。萍萍，你就是我的天使，天使是不能寻找的，只能等待。又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我在等待我的天使。
爸爸送你，乖一点啊。嗯，妈妈再见。嗯，小心点。爸爸，我们班新来了一个班主任。是吗？他对我很好，而且就住在我们家小区里。啊，好啊。要好好听课啊。嗯，老师。小俊，爸爸，这就是我们新来的班主任。好，进去吧啊。爸爸，你怎么不和我们老师打个招呼啊？你一点礼貌都没有。好，快进去。老师，刚才我爸爸没有和你打招呼，你不见外吧？不会的，爸爸可能是心情不好，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老师，我最欣赏的人就是我爸爸和我妈妈。我爸爸是东海脑外科第一把刀，我妈妈是东海节目主持人，我为他们骄傲。老师，你呢？老师嘛，老师只是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父母。是吗？老师，你为我高兴吗？当然了，老师为每个孩子感到高兴。所以，老师，你以后要多多支持我练习滑板啊。只要正当爱好，老师都会支持的。于萍萍小姐，您对突发新闻的处理很有激情和策略，成功的挽救了3个人的生命。我们想知道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于萍萍小姐，我们的读者很想知道你对犯罪分子的感召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都是做新闻的，我相信这件事情发生在谁的身上，谁都会这么做。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谈下去，我还要工作。最关键的是，我不想成为焦点，更不想被人炒作。于萍萍小姐，虽然你也是我们媒体中的一员，但是我们觉得你很低调，您觉得呢？对不起，该说的我已经说了，谢谢大家。윤律师，葛律师，你怎么会在这儿？楼下这么多媒体，我就没有打扰你，所以我就在这儿等你。自诉书我已经写好了，请你看一下。关于精神赔偿问题，我想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葛律师，我最近的新闻呢是多了一些，所以我想这个官司就先放一下，因为对方知道我要跟他打官司以后，他就已经停止骚扰了。你一方面拯救灵魂虚无的黑胜利，另一方面呢，又放弃了对另外一个嫌疑人的法律惩罚。我真的不希望把自己搞得这么热点。我很不理解，现在哪个媒体工作的人，不想让自己成为超女一样的热点？哪个女人不想成功？我们这个时代是热点爆炸的时代，任何人、任何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会成为这个爆炸的热点。你看，一个超女的出现，一个天仙妹妹的出现，一个馒头事件的出现，许多人在一夜之间就能成名成功，抵得上我们奋斗几十年。而你最近遇到的事情，正好处在这个爆炸的热点上。葛律师，
我真的不希望我成为你说的那种爆炸点。很感谢你对我的支持。这官司就停了？以后再说吧。你怎么了？没什么。于平平女士，我们第一次合作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合作。更广泛的范围？是这样，你别误会。我真诚的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其次，在法律的范围内合作。因为你是法律的节目主持人，我是律师嘛。成为朋友没有问题啊。关于法律咨询吧，我们节目有专门的律师。但是如果在讨论一些专门的话题的话呢，你可以参与啊，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在节目中交流。只是在节目中交流。于女士，我还是想劝你一下，你冷静地想一想，这官司到底大不大？我想听你最后的答复。葛律师，我已经决定了，官司暂缓。好了，我要赶时间做节目去了，再见。天使还没有来，我有耐心。无论如何，我已经看到了天使的影子了，美丽的影子啊，在晨曦万道霞光里的天使的影子。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我的意志、等待、耐心的意志，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人了。天使一定会来，盛大的节日一定会来。那一天，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干什么？怎么了？你干什么偷这位老太太钱包？以后谁偷的？就是你，你就是小偷。以后谁偷的？就是小偷。打你个小偷！颅骨被钝器严重击伤，颅内大面积淤血，要赶快手术。李大夫，谁出费用呢？来不及了，马上抢救。李大夫，我们医院有新的规定，你作为院长的候选人，你是应该知道的。这么一个手术下来，至少要几万块钱，还不包括以后的费用。像他这样的症状，抢救过来也是个植物人，这样一来，我们医院不是要承担所有的费用吗？所有的费用先记在我的账上，没有人出的话，我来出。李大夫，你冷静一下，医院有规定。你懂什么？快进手术室。都4个小时了，怎么还不出来？哎，这个大学生精神啊，的确值得我们媒体宣传啊。哎，我讲这题还挺好。今天我们东海市的媒体比较多，咱们占据有利位置啊。李大夫，对于大学生见义勇为的事情，我们媒体受到了非常大的震动。一个震动是来自于大学生的见义勇为，另一个是来自于您代表的东海第一人民医院的行为。我们看到了人民医院治病救人的高尚医德。您能对我们的观众说2句话吗？你好，李医生。这件事情是我们东海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正当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医德的时候，东海第一人民医院脑外科李如君大夫做出令我们十分欣慰敬佩的举动。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大学生情况怎么样？现在我代表东海第一医院向你们简短通报一个事情：见义勇为大学生现在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他出现了植物人症状。不管怎么样，在这里向你们媒体郑重地承诺，经过我们查明，这一名大学生是东海大学生物系3年级的学生，他来自于贵州平根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见义勇为行为深深地感动着我们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所以，我们医院就承担他所有的费用。说得对，像这样的人都不抢救的话，以后社会上还有谁敢见义勇为啊？爸爸妈妈，你们最近的表现都很出色，都快成了媒体的红人了。爸爸妈妈可不想当什么媒体红人，媒体红人就是惹是生非的事。老师，老师，小军，小军，叔叔好。你好。妈妈，这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我昨天才知道他是熊叔叔的爱人。朱老师他可关心我了。如君啊，我们两家离得那么近，大家又是个科室的，所以我媳妇儿你们又不熟悉。哎，也就是这几天我才听说呀，这我媳妇儿还是你家小军的班主任呢，这下我们两家不是更喜上加喜了吗？哎，这样吧，我们4个呢到我们家去做，让小军在家里复习功课，啊。那我就不去了。哎，如君啊，我们呢曾经有过误会，现在大家都那么近了，还有什么呢？走，去我们家去，一定要去啊！小军要期中考试了。小军啊，你朱阿姨是你班主任了，以后在学习上有什么问题，一定要找你朱阿姨啊！你朱阿姨会全力帮助你的。我知道了。好。我们小军在学校里的学习怎么样？啊，我也是刚刚接替班主任的工作。我问过几个老师，小军的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的，
学校也为小军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感到自豪。特别是小军自己，总是把爸爸妈妈挂在嘴上。谢谢朱老师对小军的关心。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师都很喜欢你的栏目，特别是那个感召犯罪嫌疑人的节目，很受老师的欢迎。过奖了。哎呀，时间不早了，我有点累了，我就先走了。急什么呀？这酒还没喝完呢。我也先走了。这不行啊，萍萍要走就让她走吧，你得在这儿，我们两个得好好聊聊。你看，就像科室里的事儿呢，单位上聊呢，像公事公办，这私下聊聊倒也挺很放松的。荣军，邢大夫说的对，你就再坐会儿啊。那我就先走了，别送了。刘军，大家都不容易。你知道我的酒量，今天不是高兴吗？啊，来，干了啊！我上个卫生间去啊。什么？3号床病人的体温有点高。好，我知道了啊。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去医院啊。好。刘军啊，我手术后的一个病人体温有点高，我得马上去趟医院啊。这样，你们两个可以继续聊。刚好医院啊，你作为班主任，可以向汝军这个家长沟通一下小军的学习的具体情况，啊，汝军，你等我啊，我去趟医院，马上就回来。我回去了。不，你在这儿坐着啊，汝军，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今天啊，我们两个要好好的交交心，这么多年了，应该有这么一次交心活动了吧？许多误解都应该解开了，啊，等着我啊，我马上就回来。你们俩聊聊哈。我走了。刘军，难道我们就没有话可说吗？我们说什么呢？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的事儿，我是不想再提了。你放心，我知道什么是轻重，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那也是我的耻辱。陆军，能够和你常常见面，我这就很知足了。飞宇，陆军，你怎么走了呢？啊，我车钥匙落屋里了。不，你怎么走的那么急呀？
我到趟院里就回来。啊，飞宇啊，工作的事儿我看还是在单位谈比较好。非常感谢你今天请我们到你家喝酒，谢谢啊。再见。再见。你不去医院了？去个屁！病人发烧是小问题。你是不是借口啊？你准备什么？我真没想到，你也这么卑鄙。我怎么卑鄙了？你根本没有去医院的事情，你是想随时抓住我和李如君。你胡思乱想什么呀你？我这几天才知道，你和李如君在竞争院长的职务，你和他是死对头。10多年前，他举报了你，因为你收了一个不该做手术病人的钱。后来，手术失败了，病人成了残废。你都知道了，这样也好。我问你，你站在谁的一边吧？你们谁对我站在谁的一边呀？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你谁的老婆？难道你现在还爱着李汝君？他今天做的事情是对的呀。什么事情？抢救一个见义勇为的大学生。我也想做呀，可是他是正的，我是负的，什么好事情不得他先出头？飞宇，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一个好医生吗？我不是好医生。那谁当院长不都一样吗？关键是治病救人，这才是你的天职啊！要不是李汝君当初给我下不了台，我现在绝对不是这个样子。那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娶了你这么一个不和自己丈夫睡在一个床上，根本不爱自己丈夫的女人。我现在在医院里天天要看着她的脸行事，什么好事情都得她先出头。你给我过来！我问你，我刚才推门进来的时候，你前面一句说了一句什么？你在门口偷听。不，你在前面说一句什么？什么轻重，什么耻辱？难道你有什么耻辱非要告诉李汝君呢？啊？或者李汝君有什么耻辱非要告诉你？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爸爸回来了。哎，儿子。汝君啊，我出去一下。你不是说你很累了吗？怎么还要出去？啊，我跟健美教练约好了。平平，我想跟你谈一谈。谈什么？我都跟人家约好了，不能失约吧？反正我今天晚上不想让你出去。怎么像小孩子一样？燕，回屋睡觉吧啊。嗯。
弹呀，你不知道弹吗？萍萍，咱们跳个舞怎么样？现在，你觉得有意思吗？当然有意思了。我们就是通过跳舞认识的。有点心不在焉呢。喂，别接，不知道是谁，挂了。肯定是健美教练打来的。小军，时间不早了，回去睡觉吧。我想看你们跳舞。改天再看好吗？那好吧，爸爸妈妈晚安。晚安。你怎么了？刚才那个电话是健美教练的吗？是不是外边有人了？没有啊。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丈夫是敏感的。我们曾经说过，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要欺骗对方，因为夫妻双方的彼此信任是家庭存在的根基。对呀，就像你说的，彼此信任是基础。我说了我没有，你不信呢？那你为什么不敢让我看你的手机？你为什么要看我的手机？我一点个人空间都没有了。你打吧，你打过去问问，我是不是1个礼拜要去3次健美？你打吧，问呢？喂，哎，赵老师您好，对不起，我今天有点事情过不去了，好吗？哎，再见啊，下次见。哎，等会儿，有人跟你说话。
喂，什么？好，我马上赶过去。好，再见。去哪儿啊？我的一个老病人有些情况，被送到医院了，我得马上回去看看。走了啊。小军千万别乱动啊！千万别乱动！好，别怕，这是无毒蛇，不咬人的。别怕。卫生间已经没有蛇了，这边也没蛇了。一共30条蛇，全部被抓了。我们已经在你们屋里查了，没有蛇了，你们可以放心休息了。这些蛇从哪儿来的？我们分析，这个楼上是不是有人养蛇，没有注意，让蛇从管道里爬进了你们家。你们家楼上没有人住，楼下住户有人，也发现了2条蛇。整个大楼里再没有发现其他蛇的迹象。那为什么偏偏我们家有这么多蛇呀？我们一定查清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休息吧。走，我们回去吧。行了，没事了，都是无毒蛇。
这车可能是楼上谁家农村亲戚带城里来卖的，明天查清楚了啊。啊，没事啊，没事。告诉你们没人住，你们还不相信。